7月21日，安徽黄山。没有人想到，这场折腾了整整10个月的换角风波，最后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画上句号。镜头一开，王安宇和赵今麦并肩走在青石板路上，笑得没心没肺，谁也看不出这一天他们等了多久。事情要从去年6月说起。那时候，一念江南刚官宣，虞书欣搭档王安宇，海报一出，直接刷了好几个小时热搜。作为一念关山的姊妹篇，这部剧从立项开始就被定成 S 加级大制作，投资高达8.6亿，观众的期待值拉满。谁能想到这份期待会被现实按下暂停键？王安宇那时候在做什么？他推掉了好几个戏约，就为了给这部剧留出档期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他这一等就是整整1年。变故发生在去年9月。虞书欣突然陷入舆论风波，家族企业的旧闻被翻出来，早年综艺里的争议也被重新提起。短短几天，他掉了300多万粉丝，好几个代言直接解约。剧组的反应快得惊人，连夜删光所有相关宣传，原定黄山的开机计划紧急取消，就连已经搭了一半的实景也直接拆掉了。评级从 S 加砍到 S， 项目就这么悬在半空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王安宇没有走，他的后援会当时发了通知，说因为与 quote 不可抗力与 quote 不去现场应援，但档期他一直留着。有人说这是敬业，也有人说这是无奈，但不管怎么说，男主角这个位置他一坐就是10个月。换角的拉扯有多复杂？剧方接触了好几位人选，都没能定下来。直到赵今麦刚凭骄阳似我涨粉100万，扛剧能力和路人缘都在线，才被认为是资方眼中与 quote 稳妥的选择与 quote。为了等他拍完《流浪地球3》的戏份，开机时间又从6月推到了7月21日。10个月，从春天等到夏天，再等到又一个夏天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，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能比换角本身更有意思。7月21日，官宣物料按分钟精确释出10点开机照。10点10分赵今麦单人海报，10点半双人海报，10点40分分为视频，每一个时间点都被饭圈放大解读。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赵今麦的单人海报比王安宇早发布了10分钟，这在饭圈语境里被解读成番位上的隐性确认。争议一度冲上热搜，这10分钟到底算不算违规？直到大家发现，正是演员表里，剧方用了一个谁也挑不出毛病的解法，按姓氏笔画排序。王四华在前，赵九华在后。业内分析，这是在与 quote 给赵今麦扛剧的面子与 quote 和与 quote 番位不能乱与 quote 的里子之间找到的平衡点。说真的，这种精算到分钟的宣发节奏，背后是整个团队小心翼翼护着这部剧走到今天。但真正让观众放下悬着的心的，不是这些数字游戏，而是镜头之外2个人处成什么样。10点40分那支氛围感视频里，没有一句台词，全是划船、品茶、巷子里散步的细碎画面，没有冲突，全是江南特有的烟火气。有路透流出，2人穿着同色系的浅绿古装，坐在一起喝茶，气质被形容成与 quote 温润如玉的公子和灵动俏皮的小姐与 quote。还有网友拍到2人聊天聊得眉飞色舞，完全看不出是刚见面的搭档。最戳人的是那张刚开机就拥抱的路透，没有安排好的官方物料，纯粹是片场抓拍。有人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与 quote 陪伴与 quote， 不是没有风波，而是风波之后依然愿意在镜头前把彼此照顾得妥妥帖帖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看好这对被称为与 quote 清新 CP 与 quote 的搭档吗？当然，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刻释怀。虞书欣的老粉丝到现在还有人在官宣微博底下留言说与 quote 别碰瓷虞书欣与 quote， 他们记得是这批粉丝当初一条一条数据一个一个超话，把这部剧的热度做起来的，结果剧方转头换了人。这种情绪说到底也是真实的，没必要被一笔带过。但一部剧最终能不能真正站稳脚跟，从来都不是靠曾经的换角风波，更不是靠网络上的争议与猜测，而是要靠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质量来说话。观众或许会因为演员阵容而点开第1集，却绝不会因为所谓的番位坚持追完整部剧。
真正能够留下观众的，始终是人物是否鲜活，剧情是否扎实，情感是否真实。一念江南经历了长达10个月的等待，期间关于选角、番位、拍摄进度的讨论几乎从未停止，但这些终究只是作品诞生之前的插曲。当镜头正式开始运转，当演员真正进入角色，所有外界声音都会慢慢退场。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，最终能够决定口碑和命运的，从来只有成片本身，而不是任何场外的话题。赵今麦这一次挑战的角色，其实比想象中更加复杂，也更加考验演员的表演层次。白天，她是温柔沉静、心思细腻的盐商孤女，精通调香，举手投足之间充满江南女子独有的柔美与克制。而到了夜晚，她却摇身一变，成为轻功出众、机智果敢的江湖女飞贼，在黑夜中穿梭自如，拥有完全不同的身份和性格。这种昼夜两面的巨大反差，并不是简单的换一套服装、改变一种语气就能够完成，而是需要演员精准的塑造两个截然不同却又属于同一个人的灵魂。如果处理得足够细腻，这不仅会成为赵今麦职业生涯一次新的突破，也可能成为整部剧最令人期待的高光设定。王安宇则要演一个从朝堂跌落凡尘的清雅小吏，昔日贵公子，如今满身书卷气里藏着一点破碎感。两个与 quote 倒霉蛋与 quote 最后要在江南小城跟另外3个同样落魄的人一起找回失落的家。10个月的等待换来的不仅仅是一次正式开机，更像是一场迟到却意义非凡的双向奔赴。赵今麦始终没有离开这个角色，耐心等待项目重新启动。王安宇则完成了前一部作品的拍摄之后，如约来到新的剧组。两个人都没有因为时间的推迟而选择放弃，而是在各自完成自己的责任之后，终于站到了同一个片场、同一台摄影机前。这份等待背后，其实体现的不只是演员对工作的职业态度，更是一种彼此之间的信任与默契。有时候，一部剧最珍贵的，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宣传，而是所有主创愿意为了同一个故事，一起耐心等待最合适的开始。过去几年，关于番位的讨论几乎成为国产影视剧无法回避的话题。谁是一番，谁是二番，宣传物料如何排序，甚至一张海报上的站位，都可能引发激烈争论。然而，当这些讨论逐渐占据舆论中心的时候，人们反而容易忽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演员之间真正的默契，远比番位本身更有价值。一部优秀的作品，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独角戏，而是所有角色共同完成的故事。只有当演员彼此信任、互相成就，人物关系才能真正成立，情绪才能自然流动。对于观众而言，比起一份番位名单，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角色之间真实可信的化学反应，以及演员共同创造出的精彩作品。所以，一念江南究竟能不能承载外界如此高涨的期待，现在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前给出答案。无论是赵今麦首次挑战双面角色，还是王安宇塑造失意书生，又或者整部剧主打的江南群像治愈故事，都只是目前纸面上的优势。真正决定一切的，依旧是导演如何讲故事，编剧如何塑造人物，演员如何把角色演活，以及镜头、剪辑、音乐等所有幕后创作者共同完成的最终呈现。任何宣传都只能吸引观众走进来，而真正让观众留下来的，永远是作品本身。或许这也是一念江南目前最值得期待的地方。他经历了延期，经历了换角争议，经历了无数猜测，却最终还是回到了影视创作最本质的问题：讲好一个故事，塑造好一群人物。如果未来播出之后，它能够让观众因为角色而欢笑，因为剧情而感动，因为人物成长而久久难忘，那么此前所有关于番位、选角和等待的讨论，都将成为这部作品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注脚，而不会成为定义它的标签。至于一念江南最终能否成为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口碑佳作，就让我们把答案交给时间，也交给正式播出的每一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